大家好啊，欢迎观看我们新一集的《钢铁雄鹰4》啊。今天我们来玩加拿大王国。1925年革命后，王室和其他英国流亡者来到了加拿大避难。在保守党的支持下，他们建立了一个半官方的流亡政府，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收复家园。然而，一切都进行得不顺利。加拿大人对英国流亡者的存在感到越来越不耐烦。在1931年，保守党政府更是输给了自由党，后者如今在议会中占据微弱多数，并谋求在协约国和第三国际不可避免的冲突做准备的同时，为加拿大求得更高层次的主权。好的，那么我们现在也是进入了1936年1月1日的加拿大王国。开局一成不变的建设、科研等等，我就跳过了。让我们直接来看一下我们国家的政治。首先是我们的皇帝陛下乔治五世，最开始几乎无人认为他能继承王位，他似乎也注定要在海军中闯出一片天。但他的兄长在1892年因流感病逝后，他被封为威尔士亲王和王位继承人，他的海军生涯也就此结束。1911年，他的父亲驾崩了，他被迫登上王位，加封为乔治五世国王。此时正值动荡时期，爱尔兰争取地方自治的运动如火如荼，自由党和上议院之间的冲突势头正旺。虽然当时上议院因宪政危机进行改革，爱尔兰争端也暂时避免为内战，但第一次世界大战随之爆发，世界陷入战火之中。满怀沮丧的国王陛下不得不统揽大局，哪怕他试图通过放弃德国贵族头衔来平息英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但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节节败退，本已蒸蒸日上的共和运动更是高歌猛进。在多年的政治动乱后，英国大革命爆发了，而他则犹豫不决，拒绝干预政治危机，最后落得个逃出英国、流亡海外的结局，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家园和他的帝国堕入深渊之中。自流亡海外以来，英国皇帝陛下统治着几乎所剩无几的大英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败给自己的堂兄，小儿子约翰的不幸离世，本土沦亡的深重国难，种种因素折磨之下，他几乎已经神志不清。哪怕他仍然抱有要守住威望的决心，但他自从流亡到加拿大后，他的健康情况就每况愈下。他还在私下里称加拿大是座冰冻监狱。他逐渐失去了参与政事的兴趣，并开始把一些礼仪职责委派给他的儿子爱德华王子。现在他继续和他的家人共度着所剩无几的时光。也许有朝一日他能回到英国，落叶归根，但这希望正变得愈发暗淡。在看完了国家领导人之后，民族精神方面，第一个是英法意对立情绪。加拿大大部分法裔居民居住在东部的魁北克省，而近来有消息称加拿大将迈向战争，这使得魁北克法裔和加拿大英裔之间传统的不信任愈演愈烈。在全体加拿大公民之中，魁北克人最为反对征兵，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一个将生命浪费在一个和自己毫无瓜葛的战争中，为他们认为什么都不是的君王而战。第二个是大萧条。虽然加拿大比美国更快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但加拿大的经济各方面都与美国绑定在一起，所以除非美国经济也完全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否则我们的经济仍然会陷在泥潭里。不过好在现在情况不断改善，经济学家们表示离全面复苏已不远了。第三个是分崩离析的中间派。英国大革命让那些失去家园的人怒火中烧，他们将这席卷英国的灾难归咎于自由主义的失败。虽然国王陛下一直在为政府撑腰，但他的继承人爱德华王子却没有他那么热衷于妥协。据传他还参加了激进组织。有许多人看来，加拿大似乎变得愈发专制，英国流亡者也将保守党进一步推向威权主义。在流亡者的心中，同收复家园相比，民主自由不过是可有可无之物。第四个是分裂之国。加拿大的政治分为了两派，一派是保守党人与英国流亡者，他们要求帝国全力为下一场欧战做好准备；另一派则是自由党，他们要求将加拿大主权放在首位，并不愿意让加拿大陷入一场灾难的战争。众人唯有希望即将到来的选举能一劳永逸地做出决定。仅仅执政2年的自由党未能解决各种问题，辜负了加拿大人的希望。许多人开始猜测临时选举可能会不日举行。到了1936年1月20日，我们收到消息，乔治五世去世。自从他心爱的帝国分崩离析后，国王陛下的健康情况就急转直下。他常常上一刻还老态龙钟，下一刻却异常清醒。他对于大部分的公务撒手不管，只为了保持形象而偶尔露面。他的长子爱德华王子填补了其父在大多数国家官方活动中的位置。
并在其父变得越来越孤僻之时，维持了君主制度的运转。对国王陛下来说，过去几个月更是难熬，他常常精神错乱，在发作时，他的意识时断时续，常有再回伦敦的幻想。他用非常激动的话语描述着他被工团主义恶魔追捕的噩梦，还狂热地相信，仅凭他一个人的力量便可以摆平伦敦的赤匪。哪怕一切治疗手段都已用尽，但结果只不过是徒劳。昨天晚上11点55分，国王陛下在一场高烧中去世。在官方报告中，国王是在睡梦中安详离世，但事实却更为丑恶。国王被注射了致命剂量的药物，王室成员们，尤其是他的儿子，也都同意让国王安乐死，这样他的医生就能终结国王的痛苦。当然，并非所有人都相信国王被安乐死是为了让其免受病痛折磨。对一些人来说，爱德华王子可谓居心叵测，在许多问题上，他都与其父亲意见相左。尤为突出的是，他认为在光复英国的大业面前，哪怕是最神圣的英式自由民主也得退居其次。他的父亲对此极不同意。他说，要是我们不能保护我们的民主制度，那我们和工团主义者看起来也没好到哪儿去。他还说，我死后，这孩子会在12个月内毁掉他自己。爱德华这个复仇心切、单调乏味的人，完全可以让他的父亲摆脱痛苦，以其父的逝世换得帝国的生机。不管爱德华王子在国王之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他都已经继承王位，成为了爱德华8世，并有望在本月内发表讲话。在国王陛下的官方哀悼结束后，正式加冕仪式将在几个月后举行，帝国为他哀悼。威尔士亲王爱德华将登基为王，领导加拿大两股重要力量分别是自由党和保守党。流亡加拿大的英国贵族也是撑起后者的重要势力。加冕仪式后，整个大英帝国将屏息以待他的广播讲话，届时他将宣布政府的方向。随后我们收到消息，爱尔兰就国王陛下逝世表态。自1925年大英帝国崩溃以后，我国就和爱尔兰共和国的外交关系有些冷淡，前提是真存在什么外交关系的话。不过倒是也有一些温情互动。今天，爱尔兰总统亲自向我国政府发送了一封私人电报，对国王陛下的去世表达最诚挚的哀悼，并承诺永远不会遗忘或玷污对最后一位国王的回忆，挺出乎意料的。国王陛下即将向全帝国发表广播讲话，而此次讲话的内容需仔细斟酌，他将使全国做好战争准备。国王陛下通过广播向全国人民发表了振奋的演讲，全国各地的加拿大人在听完了国王铿锵有力的演讲后，都义愤填膺，纷纷谴责工团主义暴行。国王在演讲中保证要结束他父亲发动的战争，并最终收回英国本土。国王的演讲被认为是在加拿大对英国流亡者的默许，也是开始备战的明确号召。尽管目前的自由党政府对此并没有什么积极性，但我们必须去解放不列颠的同胞们。那么这个模组和之前玩过的 KR 模组有些不同之处，但也有些地方是相似的。对于那些相似的国策我就跳过了，当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之后我们再回来，否则整个视频看起来就太长了。比如说像现在这一个事件，就是纽芬兰请求并入加拿大。纽芬兰迎来了历史性的庄严一刻，其人民政府正式致电加拿大，寻求并入后者。前者正遭受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因此其人民逐渐意识到，并入加拿大才是走向稳定和繁荣的未来正途。在渥太华的治理之下，他应该能有望实现全面的经济繁荣。那么就同意他们加入加拿大吧。自由党在加拿大胜选。在加拿大最近的选举中，自由党再次斩获胜果。在保守党近10年的连续执政期间，自由党一直是少数派政府的主宰者。如今，他们终于成功组建了多数党政府。新总理感谢加拿大人的坚定支持，并承诺作为平等伙伴，而非臣民，与流亡者一起走向解放。国王陛下虽向总理表达了祝贺，但在私下里，国王却认为现任首相对加拿大主权的重视可能会拖慢走向光复计划的速度。其他英国流亡者也紧张地注视着，希望新首相能带领加拿大走向更光明的未来，也希望英国流亡者能回到不列颠家乡。人民已经做出选择，并且重拾对政府的信心。我希望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在未来，我希望我们可以团结一心，让加拿大和整个帝国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进。我们同舟共济。1936年大选结束后，政府就该关注 C7 法案了。法案将决定国家在征兵、军事工业和国家安全方面的安排。讨论将在众议院提出法案的那一刻开始，
并消耗政府的精力，直到它草拟完成。到了1937年1月24日，法案胜利通过。经历长时间的骚乱，加拿大在政治动荡面前毫不退缩，成功地维护了民主。虽然威胁仍无处不在，但加拿大依旧强大而自由。加拿大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美国的影响，显然要比远在伦敦的英国人更多。然而，大英帝国的崩溃和数百万流亡者的到来，又对加拿大文化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如今称呼加拿大为家的流亡者，带来了他们的风俗习惯，在美国影响日渐衰微的当下，按照他们的印象来塑造着加拿大社会的一点一滴。英国文化习俗已经成了加拿大随处可见的风光，像炸鱼薯条、茶这样的英式美食在城市里大行其道。为了迎合流亡者们，加拿大的城市也变了个样，从之前的美式基建被改造成了曼彻斯特、伦敦这样英国城市的风格。伦敦经典的红色电话亭和信箱也成了加拿大大街小巷的常客。英加文化的融合还造就了许多奇怪的景象。加拿大开始讲一口地道的伦敦腔英语。加拿大皇家骑警的制服多了英式警帽。伦敦虽然已经陷落，但联合王国的风貌在加拿大得到了延续。吃了吗您呢？到了3月20日，我们收到消息，国王陛下召开议会，在议会上，国王陛下赞扬了首相不仅通过了法案，而且还安然度过了人们记忆中最大的宪法危机之一。除预期的赞扬和承诺让本土重归和平自由之外，国王陛下还做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举动，他要给总理封爵。不出所料，议员中的加拿大代表团因此而热烈鼓掌，就连英国流亡者也和他们的加拿大同行愈发团结，一并加入了起立鼓掌的行列。我正式册封你为爵士。美国已在混乱中前进了多年，但现在最后一棵稻草已经落下，危机已然席卷美国，内战已经爆发，这是美国历史上第2次爆发内战。内战中的每一方都大声要求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支持，成千上万的人也拿起武器去和他们昔日的邻居作战。巨人就此长眠。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美国爆发了第2场内战。这场战争可能会让他们的国家四分五裂，也有可能会让我们的国家四分五裂。那么在这一集里面，我们了解了一下加拿大政坛的现状，解决了国内的经济萧条，缓和了目前的政治分裂。在我们加拿大的情况得到改善之后，美国却爆发了内战，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命运又会怎么样呢？我们就下一集再说。我想我们今天这集也就先到这吧。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不妨点个赞啊，再订个阅啊，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我最新的视频影片了。那么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里啦，大家再见。